乌克兰和美国闹翻，转向中国，一纸合约公布令人意外，美俄怎么想的？为何说警惕其和菲律宾走一个路子？近日，中国和乌克兰突然签署了一份合约，引发巨大关注。这份合约是什么？为何乌克兰突然又转向中国？而美俄对此作何感想？近日，南华早报报道称，在6月底，中国商务部和乌克兰基础设施部签署了一份关于深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协定，加强两国在道路、轨道交通、桥梁等领域合作，并为合作项目提供必要帮助和支持。不过，报道指出，根据近1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中乌签署基础设施协议令人意外。近年来，乌克兰听从美国指令阻挠并停止马达西奇收购案，并且撞破头都要挤进北约和欧盟，站在中俄的对立面。就在6月22号，西方一些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涉疆联合声明，要求发起独立调查。原本乌克兰也赫然在列，但是几天后，乌克兰宣布重视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撤回了联署。为何突然就开窍了？分析称，夹在北约和俄罗斯的地缘冲突中心，乌克兰一直倒向西方，却屡次被美国主导的西方出卖。这几十年来，原本继承苏联大量遗产的乌克兰，却被忽悠销毁了近800核弹头，切割了近20架图160战略轰炸机，弃了在建现代级巡洋舰数艘、核潜艇数艘、航母2艘，被折腾成欧洲最贫穷国家，却一心想加入欧盟及北约，却至今都没有任何名分。就在不久前，在俄乌边境冲突、北溪2号项目等，乌克兰又被西方戏耍的就像个小丑，似乎对美国彻底失望。而无论是向西还是向东，都已经没了它的位置，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展，只有中国能给它带来发展。今年前4个月，乌克兰对中国出口额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倍，中国占乌全部出口额比重达 11.1%， 而中国出口乌克兰的贸易额占其全部进口额的 14.3%， 是乌克兰第1大贸易伙伴国。不过，乌克兰邻近智库负责人之一谢尔盖·赫拉西姆丘克并不看好。乌克兰是美国极其重要的安全伙伴，美国肯定会对其伙伴与中国合作发出警告，遵照美国意思行事。而且，乌克兰仍是美国遏制俄罗斯的一大棋子，不可能坐视其与竞争对手合作。拜登的愤怒可想而知，而美国也是乌克兰谋求自身发展的一大障碍，这个协定也可能阻碍重重。而很多人担心俄罗斯会怎么想，会不会影响中俄关系？其实这与俄罗斯和印度合作异曲同工，并不妨碍中俄更紧密合作，只要不触及核心利益或者破坏大战略方向，这就不算什么事儿。但对于这种墙头草两边倒的国家，还是要警惕其和菲律宾走的是一个路子，两边推拉两边捞。拿菲律宾说事儿，美重提南海仲裁案，其军舰闯我国领海还要被重新定义，美是想挑事儿。果然，国人说的没错。7月12号，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没有和中国打招呼申请的情况下，擅自穿入我国的西沙领海。虽然当时就被我国直接驱逐了出去，也对美国进行了相对的警告，但是美国却再次把黑的说成白的，拿菲律宾说事儿，重提南海仲裁案，把美军舰擅自闯入中国领海一事重新定义。美国这是想挑事儿。中时新闻网援引美国星条旗报的报道称，美国海军第7舰队公共事务办公室对这件事做出了声明，表示中国驱逐美军舰的行为是错的，美国军舰是依据国际法展开的行动，所有活动都是正常的，在国际水域上。还真是青天白日的都能胡言乱语。对此，笔者有一句话不吐不快：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美军舰擅闯中国领海的事儿被美国就这么公然的歪曲事实。果然，就像此前有国人评论的一样，美国就是没有被痛打一顿，不然怎么也干不出这样睁眼瞎的事情来。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军舰被中国驱离西沙领海前，美国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公开发布一份声明。在声明中，布林肯重提南海仲裁案，对中国主权利益发出了挑衅，表示如今南海的规则秩序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中国胁迫恐吓东南亚沿海国家，已经威胁到了南海的航行自由。对此，美国将履行美菲在70年前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对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发动武装袭击的国家进行反击，并且布林肯还在自己的推特上再次强调，5年前菲律宾在南海法治上取得重要胜利，而如今美国将会和所有的盟友伙伴们站在一起，捍卫他们的海洋权益和海洋自由。
说实话，作为拜登政府的一员大将，布林肯的发言在很大程度上都代表了整个拜登政府的态度。所以，美国拿菲律宾说事儿，重提南海仲裁案，还直接把美军舰擅闯南海的事实直接黑的说成白的，是正式动手的前兆吗？其实，不管是从这次发生的事情来说，还是从美国一直以来对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对中国的敌意都非常大。就像是赵立坚在回应这件事的时候提到的，美国单是今年不过半年的时间，就已经在中国海空抵近侦察了近2000次，在中国周边大规模的海上军演也超过了20次。当然，美国如此丑态也被众多国际网友所悉知，有国际网友就评论，美国的姿态简直令人作呕。而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来，美国已经顾不上和中国表面和平了，抓住机会必定要对中国进行攻击。也就是说，不管美国是不是要和中国动手，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丢掉幻想，拿起武器，时刻准备回击的时候了。就像是俄罗斯，只要有人敢挑战俄罗斯的权益，俄罗斯必定开火反击，把态度亮的是明明白白。印度反咬中国挑衅，俄态度不寻常，印外长转身翻脸，印度面临最大问题。在7月8号，印度外长苏杰生前往俄罗斯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而在会议之前，双方准备就俄印加深防务关系、阿富汗形势等进行探讨。但是印度却突然告起了中国的刁状。对此，俄罗斯是什么态度？为何印度转身背叛？在9号，苏杰生提及中印关系问题时声称，过去40年中印关系很稳定，但是过去1年来两国关系紧张，因为中国没有遵守我们在边境问题签署的协议，破坏了双边关系的基础。这完全是颠倒黑白。中国多次明确表态，是印方率先违反双方协议，挑衅在先。我们还公布了印军越线构攻设帐的视频证据，是非曲直早就明了。然而，印度官方媒体却不断歪曲真相，将中国渲染成入侵者形象，以此在国际上博同情，在国内煽动民粹主义。事实上，在今年2月份，双方经过多轮谈判，决定从班公湖南北岸脱离接触。然而在这期间，虽然印方一直指责中国并未推动脱离接触进程，但是在前不久，路透社还援引了印度消息人士透露，印军向中印边境再次增兵5万，印度驻军已经达到了20万，并称之为进攻态势，必要时甚至还想夺取中国领土。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究竟是谁在挑衅，改变边境现状，制造紧张局势？对于印度告刁状，俄罗斯方面并没有做出回应。俄外长拉夫罗夫甚至罕见批评印度在印太策略上和俄罗斯的分歧。印度听从西方鼓动参与这场反华游戏。前段时间，普京也曾在提到中印边境问题时表态，中印双方解决边境问题需要做到一点，即不受域外国家干预。很明显是在敲打印度和美国保持距离，但这些警告似乎引起印度的不满。近日，印外长转身就发出罕见信号，要翻脸了。据印度时报11号报道，印外长苏杰生在结束对俄罗斯访问后，印度转身就访问了格鲁吉亚，这是其首次访问格鲁吉亚。报道称，敏感之处在于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存在敌对关系。苏杰生此行被认为是向老伙伴俄罗斯发出罕见信号。虽然双方互称关系稳定，但是俄印在多个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主要是对中美两国的立场截然不同。尤其是随着中俄军事经济合作愈发紧密，这引起了印度不必要的危机感。印度也想借此敲打一下俄罗斯，一边警告俄罗斯，一边在边境搞小动作。很显然，印度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自知之明。玩火必自焚，美军舰2次闯入西沙领海后，中方发布重大通知，解放军终于决定不忍了。据解放军南部战区的消息称，美国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在7月12号当天，未经中方批准的情况下，擅自闯入了中方的西沙领海。需要知道的是，美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中美关系非常的微妙。美国在政策上打脸日台，宣称支持一中原则。随后，美国官方又放出了多条希望与中国缓和关系的声音，而且一再提到中美关系好转将对世界有什么积极影响。除此之外，基辛格等美国前任高官也是纷纷出席当年秘密访华50周年纪念活动，活动上更是同美国40多个团体联名致敬拜登，呼吁不要与中国对抗。
然而，本以为美国是打算就此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时，美军却在此时做出了玩火必自焚的举动。更加值得一提的是，美军此次的挑衅行为并非孤立，早在5月20号的时候，美军的威尔伯号驱逐舰也干过类似的事情。除此之外，事发当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在美国国务院官网发表了所谓的南海仲裁5周年声明，还宣称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在南海受到的威胁最大。毫无疑问，这句话其中的潜台词无非就是污蔑中国在破坏这一秩序，威胁各国的南海航行自由。但实际上，正如我国空军大校田军所指出的那般，美国才是南海安全风险的制造者。美军舰此次再次强闯西沙，不就是想和中国来硬的吗？虽然在拜登上任后，类似的行为看似就2次，然而时间再往前稍，美国的战舰侵害中方利益可不是个位数就能数得清的了。因此，当拜登上任美军舰2次闯入西沙领海后，解放军终于决定不忍了，直接发怒，厉声警告美国，一旦出现下一次，解放军将不再顾及双方关系，将遵守国际条例，该开火时直接开火。同时，解放军发言人还强调了一句，一切后果都将由美方自行承担。按理说，都不要下一次，就得这一次让美国人尝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味道。毕竟，对于美军闯入中方领海的行为，美方不仅没有道歉，甚至还变本加厉。用中国的一句老话来说，那就是给脸不要脸。所以说，那既然他们自己都不要脸了，那何必还屡屡给机会呢？希望这一次我军发言人的严正警告能成为下一次的现实，不狠狠地打击一次美军的嚣张气焰，那美军自然是不会当一回事的。